大家早安！今天是星期五，我现在准备要去上班的路上。Thank you. What are we doing for you today? Do you still have the bacon Gouda sandwich? Yeah, you said the bacon goudas? Yeah, so can I get two? Yeah, for sure. What else? I think that's it for today. Alrighty, we'll see you here for 10:81. 快迟到了，快迟到了！通常在吃早餐的时候，我会在这段时间做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确定一整天的工作安排还有会议时间，因为偶尔会有突然会议取消或者是增加的情况。第二件事情是我会快速的检视 email 还有 Slack， 也就是公司内部的通讯软体，看看是不是有紧急或是突发的事项是要今天处理的。平常我都有提前安排好每天的工作计划，但是我也都会预留一点时间给这些紧急的事情。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我就会优先处理那些事项，然后把原本的工作计划按照不同的情况重新的快速安排。最后一件事情是看看公司内部不同群组的重要消息还有公告，有点类似像看新闻的感觉，跟进一下各方面的资讯，还有了解不同地区部门的即时状态。我刚刚吃完早餐，我等一下10分钟之后呢，我准备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今天是星期五，大部分我的星期五是都没有会议的，可以好好专心做我应该要做的工作。不过呢，因为现在是我们公司季度的快尾端了，通常季度尾端的时候就会比较忙一些，所以 meeting 会比较多。今天虽然只有一个 meeting， 但这个 meeting 是超级重要的 meeting， 因为我今天要跟我的大老板开会。我的大老板也就是公司的 CRO，CRO stands for Chief of Revenue Officer， 他就是掌管所有就是 business side 的部门，包括什么 marketing、sales、BD 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会听过什么 CFO、CRO、CEO、CTO 等等，所以他就是跟其他 C-suite、C level 的那些人一样，就是很高 level 的 executive。那我今天为什么会跟他有这个会议呢？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季度快尾端了嘛，通常季度的尾端的时候，我们都会准备做下一个季度的 planning。那下一个季度的 planning 呢，就包括你要为你这个部门设置什么样的 OKR， 也就是什么样的目标，还要做什么样的 project。那身为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这个部门的 manager， 我就是要负责把下一个季度这些所有的 planning 包装在一起 present 给这个大老板。那大老板就会问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为什么你会制定这样子的目标？那你们的人力还有资源是足够可以 deliver 这些 project 吗？以及你们所做的这些 project 是不是跟公司整个大方向的 strategy 还有 goal vision 是 aligned 的？这些都是我们会做讨论的。那我上一个礼拜呢就已经把我们这个 team 下一个季度的 OKR 等等那些的都已经写好了。那等一下就是要 present 给这个 CRO， 他会给很多 feedback， 那到时候可能要做一些修改都是有可能的。这是我升职之后大概第2次还是第3次做这样子的会议，虽然做了2-3次，可是我还是会有点紧张。不过我准备算蛮完全的，所以我觉得等一下应该还是会表现得蛮不错的。今天的会议总共是1个小时，我主要会透过这个会议达到3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会把下个季度的计划在30分钟左右内跟我的大老板做清晰的报告。第二个是我会留20分钟左右的时间寻求他的建议和反馈，并且在需要的部分做进一步的讨论。第三个是要清楚的了解并确认在这个会议结束后，我是否有任何的 action items 需要去执行，才能够从大老板那里得到下个季度团队工作计划的批准。通常如果会议是1个小时，我会把 agenda 控制在50分钟左右，预留10分钟的时间做缓冲。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那就可以提早10分钟结束。有的时候很常会有连续会议，这样也可以让自己和对方在下个会议前有一点点的休息时间。之前有人在 Q&A 的时候问过我，如何能够加强自己的表达能力。如果像是开会的这种情况，有几件事情是我觉得有帮助我在工作中报告或是开会时变得非常有自信，而且可以准确地表达我想传递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准备一个 meeting agenda， 在进行会议前，你必须对你要讲的内容提前安排，才能整理好逻辑跟思路，并且帮助你熟悉你准备的所有材料。第二个是你可以去思考，根据你要报告的内容，对方有可能提出的问题，并且预习回答，这样可以让对方对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可以让会议更有效率的进行。第三个是大声练习，如果不是很有把握，事前的排练，并且尝试让自己不要看稿子或笔记，都是很好的帮助。第四个是肢体语言，适当的眼神接触、手势，还有保持微笑，都可以让自己放松。最后一个是保持冷静，很多时候大量的准备虽然可以帮助自己，但有的时候也会带来压力和紧张感，所以时常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并多给自己鼓励，知道该做的准备都有好好做了，重要的是享受这个学习过程，这样可以帮助你展现出你的专业态度哦。结束了，各位。不得不说，过程还是很紧张的。虽然做过2-3次了，但是真的就是面对它，就是还是会有那个紧张的感觉。But I would say overall it went pretty well， 就是我把我想讲的都讲出去了，而且有得到很 positive 的 feedback。它对于我们下个季度我所做的 planning， 我所做的考量，然后一切的规划，它都是非常 supportive。整体上来讲，感觉还不错，也没有需要做太多的调整，所以这整体来讲，对我就是觉得很有成就感，我觉得很棒，所以就非常开心。接下来的2个小时，我主要都是在写 Team Quarterly Look Back， 这个有点像是季度回顾的概念。这个 Look Back 的报告呢，会包含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个是目标，也就是我们这个部门对于这个季度的目标的达成情况是如何。再来是成长，也就是这个部门相较于上个季度的表现相比如何。再来是前景，也就是我们在下个季度看好的地方以及可以进步的地方。还有就是影响力，我们对其他的团队或是公司的愿景产生了多少的影响力。最后一个就是参与度，也就是团队内部这一季的参与程度，以及合作还有工作状态是如何的。所以我每个季度的结束其实都是蛮忙的，因为除了计划下一个季度的工作目标之外呢，我还要写这个季度的回顾。这个季度的回顾还会需要发给多个公司高层，因为我们最后会有一个 review 的一个会议，我需要报告这个季度的表现给所有的公司高层。现在已经是下午的1点了。刚刚忙一忙，完全忘记时间，然后肚子也没有很饿，所以就忘记要吃午餐。现在赶快去吃午餐。星期五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不会带便当，所以我们就会去外面找好吃的地方。今天天气蛮热的，是一个适合吃 poke 的好时机。我等一下拍给你们看，让你们知道就是 poke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Poke 或者是 Pokeball 在北美非常的受欢迎，它是来自于夏威夷，它的名字 Poke 有切块或者切成小块的意思，基本上就是把切块的新鲜生鱼片，根据个人的喜好配上多种蔬菜、水果、饭或沙拉。我喜欢 Poke 的原因是因为它食材的多样性还有清爽口感，是我夏天非常常吃的东西。I'll get Hawaiian ahi. Can I add a little bit of ponzu as well? 它这边是酱，你可以选。回到办公室了，现在准备吃午餐，是不是看起来超丰富的？我吃 poke 的时候呢，我通常都会再拿另外一个小碗，因为我很不能接受，就是在拌的过程中，就拌这个饭的过程中，把东西掉出去，因为这样就浪费那个食材了。我超级喜欢吃这个 poke 的，有时候我在家里会做，下次就是在家里有做的时候拍给你们看，超级简单，超级方便，而且很健康营养。今天大的汤匙好像用完，只剩下小的汤匙，有点可惜，不然通常我都会吃很大一口。剩下最后一点点，全部加进来。不能浪费食物，我每次都刮得超干净。吃饱啦，现在去做一个冰的拿铁，然后准备下午的工作。然后我的 oat milk， 这每次都要摇一摇，因为如果不摇的话，它底下会有沉淀物。下午的时间呢，我基本上都还是在写前面提到的季度回顾报告，以及把下个季度的目标再多做一点补充，帮助我后续写 Project Goal， 这就有点类似像企划案的概念。那今天提到了很多关于设定目标的内容，所以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矽谷的科技公司实际都是用什么方法在做目标管理。那当然，每个公司用的目标管理方法都不太一样，有些公司是设置 KPI， 有些是设置 Goals 或者 Quota， 大家设置目标的时间也可能不太一样，有些是 Quarterly basis， 也就是季度式的，有些是
分成 H1、H2，那就是上半年和下半年。那我们公司的话呢，是采用季度式的 OKRs， 也就是每3个月制定一次目标以及关键结果。OKRs 呢，就是 Objectives 跟 Key Results 的缩写。Objectives 就是目标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结果。那 Key Results 呢，就是你实际上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去帮助你达到那个目标。这是衡量我们如何实现目标的方法。举个例子，比如你可以设置你的目标为下一个季度我要提高客户满意度还有忠诚度。那根据这个目标，你可以设置2到3个关键结果，帮助你达标。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关键结果设置为：第一个，将客户平均满意度提高到8分以上；第二个，将客户的流失率降低到5% 以下；第三个，将客户的保留率相比上个季度提高15%。一个目标可能可以长期的存在，也可以延续1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但关键结果会随着工作的进展而演变。一旦所有的关键结果都完成了，你就知道你的目标也达成了。OKRs 这个目标设定的方式呢，最开始是由 Intel 的前 CEO 提出来的，后来被很多矽谷的科技公司广泛应用，包括 Google、LinkedIn、Oracle 等等的。那我实际上是如何在季度的尾端规划团队下一个季度的 OKRs 呢？这个过程我觉得大概可以分成5个部分。首先，我们的 CEO 会先公布下个季度的整体企业目标，然后我的大老板也就是 CRO， 他会依照这个企业目标制定大部门的目标，这可能会包括收入目标、市场扩张、客户获取或者是产品推出等等的。之后呢，我会跟大部门底下各个团队的高层合作，主要就是为了要了解他们的计划，讨论合作空间，以及确定大家的方向和大部门的目标是一致的。再来就是实际策划我自己这个团队的目标，也就是 OKRs 里面的 Objective， 然后会和团队开会讨论，列出可行的关键结果，也就是 OKRs 里面的 Key Results。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会考量各个关键结果的优先性、重要性、可行性，还有可衡量性。最后呢，我会依照团队的开会结果，把最终的 OKRs 写成一个报告，并且做跟大老板开会的报告准备。那设置 OKRs 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是聚焦以及协调，让大家都知道最重要的目标还有成果是什么，把团队和个人都对齐在共同的目标上，这样就可以促进合作和协调，不会让工作散漫或者是方向错乱。再来是透明跟负责 ，OKRs 就是一个鼓励透明的方式，让大家都可以知道目标还有进度是怎么样子的，每个人和团队都可以知道自己的职责，并且能够追踪进度，确保达成目标，这也有助于建立一种负责的文化。再来是灵活性，每个季度设置 OKRs， 这种灵活性让我们可以迅速应对市场变化，或者是确保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我们可以保持自己的状态。其实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目标管理方法，都是需要持续的练习才可以很好的应用。那对于正在找不同设定工作目标方式的朋友，你也可以试试看帮自己定 OKRs 这个方法哦。